今天的和歌子工作特别卖力，阿布和小师姐都很吃惊，觉得他对任何工作都有应对自如的能力。为什么要这么拼呢？就是为了下班后能痛快地喝杯酒。他终于完成了工作，可主任这时又给他分派了一个新任务，和歌子只好勉强答应了。为了怕忘了，他在手背上写了个记号，熬到了下班。有些人下班后去健身，有些去理发，但和歌子不一样，辛苦了一天后，喝酒才是最佳选择。这家盐烤鲢鱼店他早就想试试了，今天绝对不能错过。作为烤鲢鱼的名店，这道菜桌桌都会点。工作如此劳累，点份上等鲢鱼犒劳一下。虽说自己想喝啤酒，但吃鲢鱼还是配清酒更好。当然，烧酒也不错。这真是让人开心的烦恼。看着厨师处理那巨大的鲢鱼，和歌子的肚子更饿了。他问店员鲢鱼和上等鲢鱼的区别。虽然两者是一种鱼，上等的鲢鱼是用定制网捕来的，而定制网沉在100米深的水下，深海里的鲢鱼肉质更嫩，油脂也更加丰富。刚来的员工看到和歌子是个女孩，自己一个人喝酒觉得很有趣，把切好的鲢鱼块直接放到烤架上，鲢鱼肉里的油脂迅速被激发出来，发出了引人食欲的声音，香味也四溢开来。轻轻一翻面，鱼肉上已经有了烤架的纹路。很快，上等的鲢鱼就上桌了。美食上桌的瞬间是最幸福的时刻。鲢鱼表面油亮亮的，看起来很好吃，焦香扑鼻的味道让人难以抗拒。看到和歌子乖巧的流口水，旁边桌的客人都惊讶了。先浅尝一口，清爽的味道彻底清洁口腔。接下来就是今晚的主菜了。这么肥厚的蛙鱼很罕见，轻轻揭开薄如蝉翼的鱼皮，扑鼻而来的香味真是勾人食欲。鱼皮已经烤得有点脆了，散发着焦香，让浸润了日本酒的嘴巴来迎接这刚刚烤好还热乎乎的鱼皮。日本酒和鲢鱼皮的搭配简直完美。和歌子觉得此刻已经心满意足，只希望能一直这样吃下去。这次轮到鱼肉了，嫩滑刚好，恰到好处的盐分衬托出鲢鱼的鲜甜，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对，就像香气从背后追上来，咬上一口油脂就涌出来了，挤上柠檬汁一定别有风味。鱼肉颜色非常漂亮，入口还是松软的口感，这种美味越嚼越能释放，狼吞虎咽简直浪费。此时嘴里已经满是焦香，紧接着再来一口日本酒，冰镇酒配热鲢鱼简直绝配，加上店家特供的调味料，虽然是盐口，却蕴含一丝甜味。这种风味和歌子也是头一回尝到，从松软到脆爽，不断交替，最后用日本酒收尾，身体和心灵都得到了极大治愈。旁边的人被和歌子的吃相吸引，干脆也点了一份烤鲢鱼。难道跟我是知音？和歌子立刻竖起了耳朵，想知道对方要配什么酒，没想到对方选了米饭套餐，简直搞笑，怎么能不上酒呢？这简直是糟蹋了好鱼，他们竟然大口吃着米饭配鲢鱼。和歌子有些不太明白，美味的鱼搭配好酒才是完美的人生，不喝酒的人真的很难懂。即便菜单上没有的菜，只要你想吃，店主也能做出来，这样的酒馆谁能不喜欢呢？但是自从在盐烤鲢鱼店里碰到不喝酒的男人后，和歌子就感觉很没劲，便提前离开了。但自己明显还没喝够，看来得换家继续喝。这家酒馆看起来挺温馨。和歌子问店员有啥好酒，店员推荐了尾根月的日本酒，口感柔和，很适合女性。看到墙上满满的好酒和店主认真的态度，觉得这地方适合好好品酒。今天送的小菜是芦笋。这时店员把日本酒端来了，酒壶翠绿的很美，味道确实很顺口，不怪在女性中这么受欢迎，感觉可能会不小心喝多。芦笋脆嫩多汁，再喝一口酒，心情立刻就平静了。周围的人都在喝酒，轻松愉快的气氛也传染给和歌子，但是还是纠结
配什么下酒菜。不过和鸽子刚刚吃过上等的烤鲢鱼，还是有些犹豫。店主突然提起了热播的深夜食堂，说出了那句著名台词：“你爱吃啥我就做啥。”这让和鸽子轻松了不少，看来可以安心喝酒了。那么鱼生碎也是可以做的吧？店主点点头说：“没问题。”旁边的客人问：“菜单上没有的菜能点吗？”店员说：“只要材料够，随便点啥都行。”听到这里，和鸽子若有所思的望着被字乙擦掉的提示，想起主任临时交代工作的着急语气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在这样做，只是和店主一比，自己却只会一直抱怨。鱼生碎选用新鲜的鱼肉，去皮去骨后切成小块，再与味增混合剁碎，加上日本酒、葱、姜和胡椒，然后不断剁，直到剁得粘稠。这是一道非常鲜美的菜肴，配酒再好不过了。鱼生切得细腻又有光彩，但和鸽子吃着有点心不在焉。没想到入口一瞬间，所有烦恼都被抛开了，这是现代人的幸福滋味。和鸽子离开前真诚地感谢了老板。如今的和鸽子还不知道，格欧里这家叫冯乐的小酒馆以后会像他的家一样，本来就已经非常美味了，如果包进一整颗大蒜，那味道就更棒了。和鸽子和同事们外出找午餐，但面对各种选择，明显有点拿不定主意，而且人多时更难决定去哪儿。但和鸽子心中已有计划，将包好的饺子放进平底锅，热气和香味立刻弥漫开来。以前的饺子味道实在令人难忘，无论油亮酥脆的外皮，还是多汁的馅料，都十分美味。但想到下午还有会议，根本无法放松心情，尽情享用美味饺子，还是得选一些清淡的食物才行。下午工作中，和鸽子简直无法集中注意力，脑中一直有煎饺的声音，但这完全没影响他的效率，反而让他工作得更快更好。明天就放假了，饺子就在眼前招手，可主任不巧赶到，他声称售卖部在周末想要请他们的人过去帮忙，还说可以调到工作日，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前去。因为大家刚经历了一周的高强度工作，都已经累得不行了，没有人回应主任的号召，主任无奈只能亲自点名，结果第一个就点到了村崎和鸽子。小师姐见状心软，主动接下这个任务，条件是主任要请她吃午饭。和鸽子心中充满了对小师姐的感激，以及对水饺的期待。这神圣的一刻终于来了。和鸽子站在饺子馆门口，感受到里面传出的神圣气息。为了感谢小师姐的关照，今天一定要好好吃一顿饺子。进店后才发现，这里的饺子居然是现包现煮的，那味道肯定不会差。反正明天和后天没事，不吃大蒜就太亏了。2份大蒜饺子配啤酒，这才叫真正享受。和鸽子看着大厨的娴熟动作，就明白自己没选错店。每个饺子里都藏着一整颗大蒜，光是想想就让人口水直流。这种煎饺做法源自中国，现在在中餐馆里已经占据主导位置。等饺子时，先把啤酒倒上。和鸽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刚煮好的饺子，没尝就已经被迷住了。虽然也想一口一个的吃，但还是得注意点形象。咳一下，满嘴都是蒜香，相比调料的味道，大蒜味更突出。趁着蒜香还在，赶紧喝口冰啤酒。啤酒的清爽中透着小麦的香味，趁着香气还在，赶紧再吃一口饺子，简直陷入无限循环。小麦和大蒜，嘴里不断冷热交替，两种香味混合。虽然不是规定的吃法，却停不下来。自己已经沉浸在无尽的饺子世界，蒜香啤酒和麦香大饺子，吃得正开心时，突然收到邀约短信。但今天吃成这样，2天都见不了人了。和鸽子果断拒了。虽然有一个可以在周末一起吃饺子的情侣是不错，但是对于和鸽子来说，不用去顾及别人，自己吃吃喝喝的时光还是很宝贵的。
今晚的和鸽子和自己约会。中午休息时，大家聊吃什么好。阿布说自己不吃午饭，原来他带了自制便当，因为周末男朋友要来家中，为了精进厨艺，他这几天在练习做饭。见多识广的和鸽子一眼就看出这饭不好吃，但嘴上还是得说些好听的话。幸好阿布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，这个星期和鸽子的午饭只能自己解决了。不过午饭只要填饱肚子就行，晚上的独酌才是一天的重头戏。这是一家氛围温馨的小酒馆，他们特别擅长做海鲜料理。不过因为中午看到阿布做的关东煮，也勾起了和鸽子的兴趣。晚上可以用主物来配酒，鱿鱼和芋头一起煮出的味道很特别。不过为了防止烧焦，要不断翻动食材，这样有点麻烦。章鱼卖点虽然是味道，但鸽子喜欢的还是那股弹牙的口感，配上常温的日本酒，随时都能享受的家常美味。芋头和鱿鱼简直是绝配，鱿鱼是妹子，芋头是小哥哥，味道主要靠妹子。吃掉小哥哥后，妹子的味道会更浓。鱿鱼的美味渗入芋头中，鱿鱼的鲜香和芋头的柔滑要完美结合，需要时间去烹煮。而这家店的厨师是对情侣。客人问老板，在家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吗？老板说只要用心就行，并且他慷慨地分享了自己的配方和步骤。这道菜需要煮2个小时，接着放1碗才能完全入味。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有爱融入其中。相比他俩的甜蜜，和鸽子更喜欢一个人独处，自在惬意的独自喝酒时光。下班后心情不好，和鸽子又不知不觉地到了冯乐酒馆。店员和老板都看出他心情低落，他们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今天早上和鸽子在公司里刚挨了主任一顿训，这项工作已经被提醒过很多次了，他还是没把客户的数据记录好。但是这份工作并不是和鸽子做的，而是另一位新员工完成的。新人因为害怕主任发火，没敢主动承认，结果和鸽子当着全公司同事的面被训了。虽然他忘记提交前确认也有责任，但这样全怪他还是有点委屈。希望一杯美酒能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。就着它，盐心是很不错的小菜，用梅盐和酒曲腌制小海鲜。第一口下肚，和鸽子立即感受到冰冷的心被温暖了。再喝一口温酒，希望可以让自己开心一点。虽然确实给主任惹了不少麻烦，但谁都会偶尔犯错吧。不过盐渍小章鱼嚼劲十足，细细品味还有柚子的香气，和鸽子感到温暖，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，心里也渐渐平静。这道菜看起来特别美味，和鸽子忍不住微笑。安鱼干很嫩滑，夹起来很轻松，入口味道非常浓郁，干的香气让人陶醉。此刻他已经释然了，犯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谁都会经历。此时享受鱼干才是关键，配上温酒更美味。尽管这种味道并非人人喜欢，但配上日本酒，鼻腔里的香味盖过腥味，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美味。偶尔尝试这些不熟悉的东西也是有益的。看着和鸽子逐渐开心起来，店长和老板都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暗鱼到底长啥样？和鸽子突然想到了那个犯错的新人，有人说他像条鱼一样，看来得找他好好谈谈。而附近桌的佣人喝醉了再和同事抱怨，这份工作的压力确实很大，搞得每个人都紧张兮兮的。他在酒馆里吵得所有人都烦躁不安，和鸽子有点郁闷，他决定再喝一瓶，安慰自己。将大型鱼刮去鳞片，然后剔除大骨头，新鲜鱼肉细腻滑嫩，颜色也非常亮丽。剥掉鱼皮后，大块鱼肉让人直流口水。老板处理鱼生的技巧很熟练，很快一盘精致的刺身就完成了，里面有海鱼的各个部位，就像把海洋的精华都浓缩在这小小的盘子里。这是今晚和鸽子一起喝酒的菜，因为公司里发生了喜事，今天必须好好庆祝。
上次因工作失误，帮一新人背了黑锅，自己郁闷了好久。今天那新人表现非常出色，主任在表扬他时，也认可了何鸽子的教导。看来不论下属成功还是失败，自己都能得到评判。既然这样，今天一定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刺身拼盘配的是秋田的高清水，采用同时倒满酒斗的承切方式，这是日本酒的传统售卖方式，酒斗里的酒也是可以喝的。这样的刺身拼盘比平时更豪华，何鸽子心里的期待值立刻爆棚，满满的日本酒看起来就让人开心。喝一口，清香的酒味混合着酒斗的柏树香，味道非常清爽。先拿传统的鱼生开头，芥末配鲷鱼，简直就是大海的味道，这种味道就代表鱼生。然后用酒香封住鱼的鲜味在嘴里，开心的时候喝点美酒，多几分快乐，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加幸福。来尝尝这款半熟的鱼肉吧。何鸽子并不完全清楚是什么，他猜应该是炙烤的鳗鱼，加点酱油，一入口味道别样独特，虽然也是超级美味，但和之前的鲷鱼生鱼片完全不同。接下来试试这块肉质嫩滑、脂肪丰富的鱼肉，鱼绝对是刺身的主角。入口后鲜嫩弹滑，但又非常柔软。鱼肉本来就这么肥美，可红肉部分却有点嚼劲。这种特别的口感是怎么来的呢？听店员说，今天的鱼来自富山县，那里的鱼腰肥味美，质量特别好。看何鸽子吃鱼的样子，大家都能看出来他很享受。看来今天有好事发生。将酒斗中的清酒一饮而尽，真是超级满足的一餐。虽然花了4100日元，但是辛苦工作后犒劳自己也是值得的。这是何鸽子的特别小享受吧。世界上每件事都有两面，也许悲伤只是暂时的，最终会像夜晚居酒屋的灯光一样，指引我们通向幸福。公司去年市场调查报告怎么都找不到，何鸽子急得满头大汗。小师姐对他说，去年的资料全在另一个架子上，即便如此也没赶上主任规定的时间，因为这是总公司急需的材料。何鸽子被主任痛骂了一顿，小师姐和阿布过来安慰他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一直放在心上，反而影响下一步工作。即使这样，何鸽子还是闷闷不乐。下班后胡乱的走，经过好几家居酒屋，却没喝酒的打算。不知不觉走到一条陌生的路，小狗的叫声让他回神，真没想到都这把年纪了还会迷路，笑死人了。偏偏这时候手机还没电了，何鸽子只好随便走走，终于看到一家开着灯的店铺，真是幸运极了。走了这么久，干脆在这里喝2杯再回家吧。身心疲惫，脑袋空空，店员递上毛巾后，第一句话就是辛苦了，这让何鸽子倍感亲切。因为是第一次来，店员推荐了招牌荒梨豆腐，这种豆腐用自家无农药黄豆制作，跟其他地方的完全不同。果然豆腐的形状很独特，看起来相当嫩，吃法也很多样化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添加调料。走了这么久，今天喝点温酒吧。温热的酒喝起来很柔和，辛辣感少了很多，身体也渐渐暖和起来了。先尝尝最简单的盐调味吧，这才是豆腐最纯脆的味道，盐不抢风头，嘴里都是浓浓的大豆香。柚子胡椒是近年很流行的调料，嫩绿色的放在豆腐上，特别可爱，闻起来有种清香。入口之后就像豆腐和柚子胡椒在打架，因为调料的辛辣，豆腐变得更温润了。接下来要选什么呢？连何鸽子也分不清这些调料到底是啥，所以只能先尝一口。原来是配韭菜啊，得赶紧来一口温酒才行。何鸽子的兴致越来越高了。小蕊和木鱼花是经典搭配，加点酱油，这是记忆中的味道。和热酒搭配，味道很醇厚。店员说大多数人最后都会这么吃。何鸽子想，人生中最早记住的就是豆腐的味道吧。这么说来，酱油也是大豆制成的。
那就是大豆搭大豆了。难怪这么匹配，没有多次尝试是不会明白的。正因为今天经历了这么多，才会偶然发现这家店，也才有了被美食和美酒包围的苦。做下酒菜的话，鲢鱼旗杆绝对是极好的选择。月底结算日快到了，公司里简直像战场一样忙乱，大家全乱作一团。何鸽子的工作量也大增，忙乱之际总有额外的任务，但现有工作都处理不过来，其他的事只能先放下。混乱结束，午饭时间迎来短暂安宁，用柔软的卷饼填饱肚子。这时何鸽子想起早上的短信，拿起手机发现是爸爸发的，问何鸽子有没有认真吃饭。因为工作忙碌，何鸽子很少主动联系，可是他自己又有时间好好吃饭吗？既然这样，晚上就好好吃一顿吧。这家店风格独特，而且还有香喷喷的烤鱼旗，烤鱼旗的香气弥漫店内。何鸽子当下就决定了菜品。至于酒的话，冬天就来点热的日本酒吧，温酒配烤鲢鱼旗杆，绝对是复古的一餐。加热的日本酒香气扑鼻，喝一口温暖整个身体。烤鲢鱼旗也很快就好了，鲢旗晶莹剔透，看起来就是绝佳下酒菜。先挤点柠檬汁，没想到刚烤好的鲢旗那么烫，聚会刚开始就被对方挖苦了。旁边的大叔笑出了声。我这次小心翼翼地拿起它，热腾腾的烤旗鱼，入口软软的，越嚼越香，鲢旗的味道在嘴里慢慢散开，甜味也逐渐渗透出来。这种干鱼真的非常好吃，配上美酒简直是享受。接下来尝试一下面口味浓郁的蛋黄酱吧，上面还撒了点七味粉，真是个奇怪的组合，不懂怎么想到这种搭配的。蛋黄酱和七味粉会给鲢旗杆带来什么变化呢？入口后果然挺神奇，最初应该就是为了搭配酒吧。烤的鲢旗杆稍微凉了点，有点硬，但是越嚼越有味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没想到旁边的大叔更有创意，竟然用打火机自己烤，这样是不是更软呢？何鸽子想起老爸在家也这么做，但却不让他烤，说是太危险，小孩不能玩，还说女孩不能拿打火机。想到这里，何鸽子突然记得还没回老爸短信，可是拿起手机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回复说明天要早起，所以已经到家了。旁边大叔的下酒菜吸引了何鸽子，问了店员才知道原来是煎炒白果，再点上一份加冰烧酒，感觉应该很赞。炒好的白果香味扑鼻，刚出锅还有点烫。何鸽子学着旁边大叔剥白果，里面的果实晶莹透彻，且盐香味在口中弥漫，待壳撒盐烤也有其独特之处。这样的下酒好物，就该配上冰镇烧酒才够味。虽然店里也能直接上包好的，但是由顾荣自己包出来的话，感觉味道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剥壳的过程也是这道小菜的一部分，虽说外壳坚硬，里面却很软，虽然有点苦，反倒更显甜味。即使偶尔吃到苦果，心里也不会烦恼。就这样悠闲地坐在店里，慢慢包着银杏，喝着烧酒，时光仿佛静止。何鸽子无意听到老板娘和大叔聊天，原来他女儿也很久没联系他了。大叔的话语中带着些许落寞，何鸽子回想起来，自己上一次见爸爸也是吵架收场。他恍惚间手中的白果飞了出去，正好砸到大叔的脸上。何鸽子慌忙道歉，但大叔一笑置之，连忙安慰他说没关系，别放在心上。何鸽子看别人烧鲢旗，大叔看在眼里，他想到自己女儿，就想给这孩子也展示一下，我们经常把情感藏在心里，对家人还是陌生人都一样，内敛的性格往往带来遗憾。经过一番内心挣扎，大叔把打火机递了过去，何鸽子开心极了，可以自己烤鲢旗了。重新烤过的鲢旗香气扑鼻，何鸽子主动把第一个烤好的分给大叔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大叔离开了，但他留下了打火机给何鸽子。有时候敞开胸怀，
反倒让人更舒坦。和鸽子也打算把这段奇妙的经历，脚本汤浅弘章，监督脚本分享给爸爸。把冷掉的章鱼烧放油里炸，表皮变脆后，加上清新葱花和橙醋，要达到惊艳的味道。关键是油里加香油。今天是久违的女生聚会，和鸽子和朋友们精心打扮后，来到好友美术家里。门一开，美术吓了一跳，不知他们从哪弄来这些稀奇古怪的头套。美术的老公不在家，和鸽子带来了一大堆酒，这下大家可以尽情享受聚会了。女生们都特别喜欢章鱼烧当下酒菜，和鸽子还拿来了广鸟的特产阿多福酱汁。主人美术早就准备好了一堆食材，边做章鱼小丸子边聊天才叫聚会。章鱼烧粉已经调好，海苔粉也准备好了，还有切碎的鱼干和红姜，当然不能少了天妇罗炸，最重要的就是章鱼了。章鱼烧还没开始，和鸽子先拿出啤酒，打开小炉子的开关，美味的章鱼烧快来了。首先要刷足够的油，美术也很久没做过了，放多少章鱼烧粉很关键，面糊量比模具少一点就 OK。 接着放各种馅料，大家分工合作，各自负责一种配料，这不就像给艺术品上色，每个分量不一样，让每颗章鱼烧有不同的性格，这就是章鱼烧的魅力啊！光是这香味就让和鸽子忍不住了，他迫不及待地拿起了啤酒。女子会正式开始，等待有点漫长，幸好和鸽子带了些宝藏，脆脆的开心果适合下酒。这时候剥壳成了幸福的小事，美术还做了鳄梨卡布里沙拉，女生都喜欢鳄梨，咸咸的，有点黏黏的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。接下来就是制作章鱼烧的关键步骤，大家需要一起动手，每个人都要参与，欢乐需要大家一同分享，即使卖相不好，也是快乐的来源。虽然不像店里的那么圆，却多了份乐趣。最后再淋上调味汁，蛋黄酱再浇上去，木鱼花在上面跳跃，香味已经飘散开来。最后撒上海苔粉点缀，终于可以品尝美味了。外皮酥脆咚咚脆，内馅儿软糯黏滑，入口还很烫嘴，但大家已经等不及了，每个人都被章鱼的味道俘虏了，嘴里吃着暖乎乎的食物，再喝口冰爽的啤酒，幸福感爆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鹿儿岛的白薯烧酒，大伙都期待点新鲜口味。和鸽子拿出了意式，加入章鱼烧，真是创意十足。只需将意式放进模具，香气立马弥漫，意式渐渐融化。和鸽子把刚做好的章鱼烧放好，融化的洋葱变成了褐色，煎到脆脆的程度。女孩们看到洋葱融化，心情也愉快起来。调味用萨尔萨酱吧，这是墨西哥菜常用的酱料，由西红柿和辣椒制成。章鱼烧瞬间变成了披萨味，大家都虔诚地尝了这新口味的章鱼烧，结果果然好吃，又脆又软，完全是意大利味道。大家纷纷赞美和鸽子的创意，美术又拿出葡萄酒，把气氛推向了高潮。看着贤惠的美术，和鸽子虽然也是女生，却也希望有这样一个老婆。剩下一些凉掉的章鱼烧怎么处理？大家都看向美食达人和鸽子，和鸽子立刻想到了炸的方法。第3轮是炸章鱼烧，这样一来就有了油炸食品特有的香味。美术建议加点清爽的葱花和橙醋，大家决定用一杯清酒作为收尾。虽然已经吃饱了，但橙醋炸章鱼丸子的美味仍难以抗拒，清新的酸味让人停不下筷子。这是大人的味道，和清酒是绝配。不仅年轻人爱吃重口味和油炸食品，有些美食一直用自身独特的味道吸引着人们。